欢迎探索维多利亚生活。嘿嘿，别被我真吓到喽！今天来跟大家抱怨一下，大家还记得 Meta 在前一阵出包吗？很多账号被误封，有没有？我的账号包括 IG 脆都平安无事。我本来想说应该没事，结果呢，前天我早上一起床看，哇，我的脆居然被封掉了，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虽然我很快就提出申诉了，脆官方也很快就把我账号解封了，大概1个多小时而已，这次运气算不错。不过呢，我对 Meta 的客服一向都没什么信心的。我记得我以前自己开的店的 FB 粉专有一次好像被盗账号，我想说我有买蓝勾勾，应该是可以解决。那的确我有找到人工客服的联络管道，我联络到人工客服之后才发现人工客服就是把你在网页上可以找到的方法呢，再原封不动告诉你一次。那可是这些方法都是我试过的，就是没办法解决我被盗账号的问题。一旦呢，我讲到关键的问题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因为有关于隐私权巴拉巴拉有的没有的，所以呢，他没有办法帮我处理。就搞了半天，我的账号还是拿不回来。简单来说，就是你原本是面对系统对你跳针，然后会变成人工客服对你跳针，本质上没有任何改变所以呢，我对 Meta 的申诉机制是绝对没有任何信心的。Google 相对比较好一点，虽然 Google 的产品也是会有一些误杀的状况不过相对我觉得它的申诉管道还有它的规则都比较完整一点。这部分我觉得 Google 这方面真的是做得比 Meta 好那不过抱怨归抱怨还是要跟各位有经营自媒体跟社群平台的朋友们讲一下，就是风险控管的重要性。不管你是用哪个平台你就是在租房东的店面在做生意，那房东一旦把店面收回来了，就什么都没有了。那我觉得有2个方法可以避险第一个就是你不要只100%进一个平台，你可以有一个主力的平台，可是你必须要有其他的，这样万一有一个被封掉的话你至少还有其他的平台可以告诉你的观众，告诉你的粉丝说现在出什么事情，追踪我的最新动态，你可以到哪边去。那以我为例的话，我现在主力就是 YouTube， 再来的话是 IG， 那接下来才是其他的平台。你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力量都平均分配到每一个平台上，这样你每一个都会做不好。建议大家就是有一个主要的平台，1到2个次要的平台，这样子的话是相对比较安全的那再来的话就是你要想办法建立起你跟粉丝的联络方式。我之前有看过一个创作者，他的建议是要收集你粉丝的 email。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这个建议有点莫名其妙，因为现在大家其实很少每天在那边收 email 了嘛，但 email 都把它丢着拿来申请账号用的。那你实际上会多常开 email？ 我自己可能1个礼拜顶多也只开1次嘛。那不过后来我认真回想了这句话，其实我觉得真的还蛮有道理的因为 email 它是可以跳过平台直接跟你的粉丝联络的。只要平台万一把你的账号封掉，或者是出了什么状况，平台倒了，你就什么都没有。你 email 可以最有效的避开这个风险。除了 email 之外，我觉得像是一些通讯类的社交软件，像是 Line 或者是 WhatsApp 也是可以相当程度的避险不过他们毕竟还是第三方的平台，以避险程度来说还是会比 email 稍差一点。不过通讯软体的好处是说，现代人使用这些软体的比例蛮高的。像你一定每天都会看 Line 嘛如果是国外的朋友，可能就每天看 WhatsApp。这样子的话，你要联络上你的粉丝观众的话，速度会比 email 快一些。不过我觉得其实你可以同时做啦。小提醒：1. 不要只经营一个平台。2. 建立跟粉丝的联络管道。维多利亚关心您。最近 Meta 的灾情尚未结束，请各位创作者仍然要密切注意自己的账号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然后记得看我更多影片，记得回去备份。下次见拜拜。